我最近特别想吃烤鸭，但是饭店动辄188一只，吃一顿就给我兜掏稀碎，所以我高价买了个商业版配方，打算在家实现烤鸭自由。配方上说烤鸭要想好吃，必须得用砖炉。于是我买了2吨建材和3瓶速效回家搭炉子，但是从我搭那天开始就一直在下雨，3天下了8回，根本封不上顶。我估计等这炉子晾干投产呢，我他妈可能都穿上秋裤了。后来我和鸭子都有点等不及了，就决定路见不平绕道而行。我直接买了个烤鸭炉，然后这配方特意强调了，就一定要把气儿打匀，如果有条件的话，最好用嘴吹，这样口感会更佳。我严重怀疑这话就是骗同行的，但就在我怀疑这功夫，胖已经给自己吹没劲了。为了缅怀他和这只鸭子，我们非常认真的对待了每一个步骤。终于在30多个小时的制作过程之后，我们迎来了一只俏黑的狗黑鸭。我操！哎呀我！后来我又失败了几次，但我想通了一个事儿，就火候肯定不是3、2天能掌握的，我们应该扬长避短，我们的长项是熬啊。所以第2天8点，一人一个小板凳，准时坐着开熬。完我还加了个好运 buff， 我把之前在德物买的黑曜石手串也带上了，我可太需要点好运了，这月我都已经买仨了。正赶上他们最近搞活动，这种好看又有好寓的小首饰很多都是8折起，链接我放评论区了。七不知道给对象买啥的可以去看看，没对象呢就看给自己买点啥吧。完这回再开盖，鸭子终于成了，烤得越来越好，还给邻居送2只。当然前面那几只也没白牺牲，在实现烤鸭自由的路上还收获了一波鸭架糖自由。后来这烤鸭出炉了，我1秒也等不了了，火速给它装盘上车了。这鸭子片的滋滋冒油，真要我命啊！特别是这鸭皮，这蘸满白糖吃可太爽。不过仅有的理智还是让我们保持住了一点仪式感，一口一饼酱不流嘴，是我们对这只鸭子最后的优雅了。真的，我吃这烤鸭的时候热泪盈眶的，想想我这几个月的经历啊，从美食博主干成真实博主，甚至还一度干过户外博主。我现在终于回到美食序列了，我操！整3个月呀！你知道这3个月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最近打算把我这2年拍摄这个房子重新装去。这房子从我买的时候就非常惦记，最后给它装修这一项。哎，胖子，你说咱房子使用面积得有多大？90到100。对。我打算把这个使用面积90米的房子装成一个一屋一厨，可以再考虑再来一个小娱乐室。然后这房子还有一个100米左右的露台，这房要装完之后那得爽死。但是现在装之前有一个事情要去做，就是这几年我们在这儿做流水线剩下的一些食材和辅料要处理掉，一共有几个冰箱，今天挨个处理一下。看啊，1、2、3、4个冰箱，5个冰箱，一个杠杠大冰柜，6个冰箱，且装满了。还有这些个调料，我天！这老多调料，你说咱先看盲盒还是看盲盒？先盘一遍，看盲盒呗。走。这是杨俊从新疆背来的羊肉，烤包子。烤包子。这啥呀？牛腩。不是，我觉得咱俩不能开盲盒盘，咱俩极有可能在这翻一块牛腩，完在另一个冰箱里又翻一块牛腿的。那不好办了，太多了，全做了，能。不行，吃不了。对呀。我建议咱俩还稍微有点目的性嘛，咱先盘一遍都有啥。行。这啥？牛肋排，那猪肉，黑猪肉，那是驴肉驴排，应该是。这还有我当时，这是咱扒小龙虾的时候，我私藏的小龙虾仁。这小龙虾哪天做点蒜也行。火腿，火腿冻上干啥呀？必须冻上，不冻上都得干嘛了？冻还能吃了吗？没事啊，自然化就是缓搁那，反点水的不会就是。对，这都煮面条吃没事。枸杞料，哎呦我这且能吃了。咱做那冰棍叫啥来着？巧乐兹哈。哎呦我这，哎呦我，上面化了吧是吧？上头有啥呀？全调料，切里缸，还有米面粮油有不少呢，楼上还有呢。哎呦，这么多面粉，这哪天不行，蒸点馒头，整点包子啥的，看能啥玩意儿？哎呦我靠！哎呦我，摊，我不想翻了，扣上吧，扣上看到的，扣上吧，太满了。今天就把那个驴排做了，咱就一点点来，先把这兜驴排做了。今天，哎呀，是有点风干了，没系好带儿啊，这可能就过年的时候拿的。赖上了，完了碎了。你想办法使那啥干脆面，有点干巴，有点干巴。先泡上，这样，咱俩按顺序来啊，先把这收了，然后找铡刀，完了找完铡刀之后，咱们备点料，来点葱姜，再来点黄瓜。我的妈！先放窗边靠墙，用时再找。道是怎么回事来着？道底下垫浴巾呢？浴巾在哪儿呢？能找浴巾吗？这里不像有样啊。有没臭就行。没臭的。
哎呦，我这是糖，这是糖葫芦时候甩的糖。对，不，你给他拧上，我倒水的。不是水呢。敢雨衣防水了，我天哪！能把扒开了，那买点葱姜就行了。夹刀，咱得使那个压猪蹄那夹刀吧？这个。哎，这不小半盘鸡吗？啊，不是，这是磨啤酒那啥。对，就是磨小麦那个。对，一个，这玩意儿买2个干啥呀？我冲东西。1把的还是3把的？啊，干啥呀？先定。100块。买葱姜。行。葱姜、黄瓜、香菜、小米，你能记住吗？我给你发微信吧，下去吧。这么的，你说一个我来一个。花米咱还有的是不是？上回买50斤没用，可来点行。算黄瓜、葱姜蒜，一个字不打呀，盘子。对，黄瓜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你这还啥来着？气死我！还啥来着？小米辣，小米辣香菜，告诉他一声。小米辣香菜。咸盐咱有，酱油咱有。走吧，走，我手捂去，我去掏盐去了，掏糖掏盐完事儿了。对，糖那有的是。我最近特别馋这种纯肉的烤肠，正好最近猪肉贼便宜，完疫情我们也不用上班，今天怒买50斤，一次在家多做点。做肉肠实在太考验耐心了，先得把肉切了，绞肉馅，完瘦肉可以随便绞，但肥肉还得绞成泥。你说他妈肥肉多招人恨！完了就按比例往里放调料，做了2个味儿的黑胡椒猪肉和玉米猪肉。这配方你们就别学了，因为会的越多越遭罪。你信我话，买现成的吃就行。要怕有添加剂就买便宜的，便宜的它就放不起添加剂了，然后就开始折磨人了。要想少放淀粉还紧实，就得生给它搅上劲儿。这里没有技巧，全是体力。刘大脑的脸憋通红，怒搅50分钟，就为了晚上多吃点肠。结果晚上他妈给打电话让他回家吃饭，说不回就骂娘。这小狗嘚没吃着，找个代驾回去了。完我们就开始灌肠、扎眼、系线。这肠因为都是肉末，所以灌的就很通畅，画面会引起极度舒适。建议赶紧艾特你的姐妹来看一下啊。这些肠需要先用电风扇伺候3-4个小时，然后煮肠可遭大罪了，家里所有锅都用了，还煮了3番，这活比我那些前女友都磨人，只能码1层，多了不行，完得全程小火90度煮1小时，还得盯着炸气泡，跟打地鼠似的。最要命的是我在厨房盯的都要死了，我发现外面有个偷我肠。这些肠一共煮了4个半小时，正常还应该再晾3小时，晾的越干烤的越脆。但我们实在是熬不动了，擦不就给塑封了。关键是有个老大夫跟我说过，1点多不睡最伤肾，但事已至此也没办法了，就做点腰花浇头吃的腰子面。后来我一算得做了400根肠，我就发个朋友圈纪念一下。那会儿都2点了，我有个哥们看着这给我来个电话。他说哥们儿，你要遇着啥难事你就说，使点钱啥的不犯毛病。他说我看你整那个肠连个商标都没有，这要给你抓着得胖好几年呢，可别扯那没用的了。